Briefing 1。在一片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位农家出身的勇士朱元璋在1356年攻克了吉庆。这座城市后来被他改名为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城。这一事件不仅是朱元璋崛起的标志，而且预示着大明王朝的诞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朱元璋在战场上奋战的同时，普通的中国人民依旧在辛勤耕耘，织布作衣，他们的生活似乎与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无关。然而朱元璋的胜利和随后建立的明朝，却为他们带来了和平与秩序。这一年，中国不仅见证了一个农民英雄的崛起，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Briefing 2。在1572年，欧洲的版图被一场持续80年的战争重新绘制。这场战争被称为荷兰独立战争。哈布斯堡尼德兰的人民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斗争，争取自主与自由。这场战争不仅预示着一个国家的诞生，更标志着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体系的兴起。而在远东的大明帝国，中国人民正在经历万历的盛世，文化与科技发展迅猛。万历帝也正通过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同时，丝绸与瓷器的贸易让大明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荷兰的独立战争不仅为欧洲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变革，也为后来的荷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奠定了基础。Briefing 4。在1579年，波罗的海边照亮了一盏新的灯塔，立陶宛大公巴托里斯特凡创办了维尔纽斯大学，这是波罗的海地区首座高等学府。这所大学的成立不只是教育的一次飞跃，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传播的见证。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大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丰收的喜悦与文化的繁荣。戏剧和版画艺术兴盛，儒家学术进入新的高峰。维尔纽斯大学的创立，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而其影响力至今仍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全球教育界中荡漾。Briefing 4。在1605年，亚历山大·德·麦地奇这位意大利的主教，通过与法国主教的结盟，升至天主教会的最高宝座，成为了利奥11世。这位出身于麦地奇家族的教宗，他的上任不仅是政治与宗教力量联合的体现，也标志着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权力动态。与此同时，万里之遥的中国，明朝的朝廷正处于东林党争的风暴之中，文人与权贵之间的斗争映射出社会的动荡，而麦地奇家族的子孙在欧洲的影响力，间接地推动了文艺复兴的思潮东渐，为中西方在后续的艺术与思想交流埋下了伏笔。Briefing 5。在1826年，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在美国诞生，发明家萨缪尔·莫雷获得了内燃机的专利权。这一创新技术为工业革命注入了新的动能，开启了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序章。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中国，清朝的百姓正依循着古老的农耕传统维持生活，而科举制度仍旧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莫雷的内燃机不仅在技术上引领了一场变革，也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而中国在不久之后也将迎来由西方引进的新技术和思想，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变革时期。Briefing 6。1905年，两座欧洲的心脏城市巴黎与柏林实现了电话的直接通讯。这一创举不仅拉近了两个主要首都的距离，也象征着通讯技术的一大飞跃，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动力。同年，在遥远的东方，清朝正经历着辛亥革命的酝酿，中国人民心中的变革火种正悄然点燃。巴黎与柏林的电话通讯在技术上的突破，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趋势埋下了伏笔。而中国则在这一年加速了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步伐，走向了一个崭新的未来。Briefing 7。在1906年，中国的京汉铁路全线贯通，这条连接北京与汉口的铁路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一条重要动脉。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交通运输的一大步进，
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象征。在这条铁路的带动下，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也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正在见证着各自的进步与变迁，例如巴黎与柏林电话通讯的开通，京汉铁路的通车不仅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也为后来的民国时期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Briefing 8. 1912年，孙中山宣布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政治理想的一次重大牺牲，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主实践的重要一步。他的辞职为袁世凯的接任铺平了道路。尽管后来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动荡，但孙中山的这一决定展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正通过革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如电话和铁路连接和进步。而孙中山的辞职不仅标志着中国从帝制向共和制转变的决定性时刻，也为中国的近代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Briefing 9. 1913年，福特公司的创新举措引入流水生产线，使得福特 T 型车能够大规模生产。这一改变彻底革新了制造业，降低了成本，使得汽车从奢侈品变为普通大众也能负担得起的交通工具。这不仅是工业生产效率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标志。同年，在中国，随着民国政府的建立，国家正努力摆脱旧有的束缚，迈向现代化。福特 T 型车的大规模生产标志着西方工业化的新高度，而中国也在探索自身的工业化道路，两者共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Today's topic. 在1924年的一个不起眼的德国监狱里，一个未来的独裁者正在用铅笔在窄小的牢房墙上画下他的梦想和阴谋。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震撼世界，但他因为发动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而被判5年囚刑。在牢房里，他计划着他的复仇和德国的未来，而这一切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发全球的震惊。与此同时，遥远的东方，中国人正在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1924年，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北洋政府的权力正在衰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已经拉开序幕，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文化复兴运动正在兴起。一场关于民族认同和现代化的辩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进行。在这一年，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戏剧化的顶点，但这些温和的波澜正悄悄地塑造着中国的未来。就在希特勒将他的愤怒和野心凝结成我的奋斗的文字时，中国人也在书写着自己的命运。一种全新的国家理念正在孕育之中。这两个看似平行的线索，一个在西方的牢房，一个在东方的文化漩涡，都在为世界历史的巨轮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当时的中国人在做什么？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如何在无形中与远在欧洲的政治风暴相呼应？这是一个关于命运交织的故事，它不仅仅属于那个年代，也深刻影响着今天。与此同时，在德国的监狱中，希特勒正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描绘着对未来的野心和对过去的不满。而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北伐，正在为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努力。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批的革命军事人才，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在民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愈发显现，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和创作人才，他们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呼唤变革，抒发情感。白话文的推广使得文学更贴近普罗大众，一场文化革命悄然兴起，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年虽然没有战争的硝烟，却有着思想的激荡，它不仅仅改变了中国，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世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年中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在为后来的世界格局埋下了伏笔。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决策如何影响了现代社会。
希特勒的崛起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国的变革则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形象，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中，感受到那个时代决策的长远影响。1924年，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异国他乡酝酿着未来的暴风雨，一个古老文明在东方唤醒沉睡的狮子。这些历史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告诉我们，历史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未来的种子，而我们正生活在这些种子开花结果的世界里。Historical meaning。阿道夫·希特勒因啤酒馆政变被判5年囚刑，这件事的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在1924年的德国，一位后来的独裁者希特勒被囚禁，开始构想他的政治蓝图。这不仅预示着德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希特勒的政治理念和随后的行动，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重塑了现代世界的边界和政治格局，其影响之广泛，至今仍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国，1924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上走向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关键时期。黄埔军校的建立及其培育的军事与政治人才，为中国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结构。此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更新，为后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一连串的事件和变革，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事件尽管发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却都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它们不仅改变了各自国家的命运，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历史事件的全球性和互联性。1924年的这些决策和变革，成为了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基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改写了当时的历史，更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现在和未来。